家好，我是微庄主。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美股。那老朋友呢，肯定总是听我提及说美股已经高位了，相对来说性价比不高了。可是呢，美股呢到现在连着涨了20多周，然后呢基本上又上涨了30%。那么大家问说，这个美股到底什么时候是一个顶部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好，那咱们还是老的习惯，如果在整期视频当中你听到哪里觉得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小心心或者一个赞，让我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比较适合你们。那我们看第一幅图哈，这幅图呢老朋友肯定看过，我给它起名字叫什么呢？叫美股财富密码。什么叫财富密码？对于股票投资来说，所谓的财富密码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我们常常听说美股10年牛市，10年牛市，那什么时候是底部，什么时候是顶部呢？这幅图呢，就是以一个长周期的维度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入场，或者是说不断的定投，在什么时候可以出场。大家看一下，这是从194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的一幅图。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10年牛市，这是一个10年牛市，对吧？然后我们在底部的时候入场，这种时候看这个线，这个线就清楚的告诉我们美股的高位跟低位。好了，这根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告诉大家哈，具体的公式呢这里就不说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它的逻辑。首先呢，这幅图呢是有经过了通胀调整，就是它把通胀抛出去了。第二点呢，就是说它是用近100年的趋势线做出来的偏离度。这种呢白色的线呢就是偏离度，当这个偏离度到达极值的时候，它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要往下走，对吧？那么如果以一个超长周期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逻辑来找到长周期美股的顶点跟低点。那么大家记住这个财富密码，我们可以观察现在这个行情走到什么样。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到顶了，现在又往上走，这种行情跟哪里比较像？我个人觉得这种行情跟前面比较像，反复冲顶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时候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它是横着走的，这个也是横着走的，对吗？但是它这个横着走呢又稍微斜向上，挺有意思是吧？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有可能美股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它依然会上涨可是它的斜率很低，就像这个时候，因为它的通胀很高。好，我们再往下讲，大家先记住这个图，我们再往下讲。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处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哈？我们现在如果看这幅图的话，在长周期我们应该处于一个这样阶段，就这个白色的线它偏离度从高往低走，从高往低走从高往低走，只是这个时候走太快了，它在往上反弹而已哈。那还是从高往低走。那从高往低走的一个过程当中，投什么最好？投什么最好？在后面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通过前面的历史来判断。我给大家看一下黄金的行情好，我们看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70年代，70年代，这个是2000年到2010年，这是70年代，70、80年代，这是2000到2010，看到了吗？所以其实我们包括如果长期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就是说不管从什么维度，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论证目前市场的性价比跟最佳大类资产配置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什么？还是黄金是首选，特别是对于国内的投资者来说。那国外的投资者在商品方面选择会更多一点之后我再分享。那么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讲的话，黄金目前是大类资产的首选。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回到这个，它这个美股未完待续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图，还是刚才这个图。什么叫未完待续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走，对吧？可能再一次冲顶再下来。我们怎么知道？首先呢，在讲具体数据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巴菲特指标。那如果常年跟踪我的朋友呢，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应该就开始听我讲这个东西。那其实呢，我们讲说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它可以完整的、完全的、全方位的去衡量市场。但是巴菲特指标是一个估值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指标。它什么意思它怎么算？它是用整个的市值，就是股票市场的市值除以它的 GDP。如果你听我讲过套利 K 线，前面应该是3个视频之前，套利 K 线什么意思？就是说股票的整体的市场的市值应该跟你整体经济相匹配，
对吧？如果说这个市值跟你这个经济不匹配，过高的话，说明就泡沫了，对吗？如果过低的话，说明就低估了。巴菲特指标本质上是一个估值的指标，但是什么？但是大家用的时候要注意哈，不同的国家市场结构不同，它除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不一样的，它是自己国家跟自己国家比，不能横向对比，要纵向对比，要跟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比，不能不同的国家同时比哈，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产业发展结构、宏观经济都不一样哈。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那么我们说呢，如果说你在美股的圈子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数据，这个是市场周期数据。那这个的本质呢，其实是从巴菲特指标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超短周期这种顶部，就是超短周期的顶部，跟短周期的顶部这种位置，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周期灰色这条线啊，相对于这个蓝色这个行情，它已经又到了顶部了，还没有完全触顶，但是已经到了顶部了哈。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最佳拟合函数的话，有可能在5月份左右会有一个短周期的回调，因为它已经触顶了嘛，它一定要有一个这种的回调才可以。那么我们讲说，那会不会5月份就是本轮市场的最高点呢？这是库存市场周期。库存市场周期呢，看的时间更长哈，这是1942年到现在，基本上快要100年。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典型的顶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反复触顶的，触顶之后就会往下走。但是呢，因为美股走的不是库存周期哦，它是一个这种周期，房地产周期应该是对它的影响会更大一点，所以它才会10年牛市，并且它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消费端它的周期会更长一点啊。好，这种周期还在往上，大周期还在往上带着它走，所以短周期并没有把它拉下来，它只是短期调整又上去。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如果是中期高点的话，库存周期应该是到顶的，就是说像这种小顶点，库存周期到顶才比较合理。就是我们圈子每天公布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判断说真正的是长周期的顶点？因为你看它会有一些假的信号嘛，这里是高点，但是这不是绝对高点啊，这是短期回调。那么这个图就可以，这个是什么图？这个就是用房地产周期做出来的图，同时又刨去了通胀，把它们放在一起呢，就是这样的。它们两个库存周期跟房地产周期同时触顶的时候，就是美股的一个非常大的顶部。然后这个后面我认为就是这样波动，横着波动了哈。那么我们说呢，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短周期5月份会调整？因为这个库存周期它没有触顶，它很有可能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再往上触顶。为什么要这么判断？我们再从一个其他数据判断，10月份从这个图我们去计算的话，应该10月份还会有一个高点。看这里。这个是红利指数，美股的高股息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典型的周期。看这个长长的下影线嘛，多可怕，看到吗？长长的下影线，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啊，它跟标普500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在本轮这个当中，它已经又上到这个位置了。上的时候总是很快，下的时候非常快，大概1-2个月，啪啪啪下来非常多，下来非常多。这是高股息哈，高股息的好处就是它分红，很多做养老的，就是给自己存养老金的人会愿意买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它固定分红，它固定给你一些就是零花钱哈。所以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很危险了，其实没有几个月咯。所以我们讲说，虽然说从一个短周期看它可能是5月份，然后库存周期看可能是10月份，但是大幅度的调整还是随时都有可能的。我们从这个图当中看到，因为这个红利指数的周期本质上也对应着标普500的周期哈，所以我们几个图放在一起来比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红色的线，如果这个库存市场周期它再次触顶的话，那应该就是10月份左右，应该就是一波很明显的回调。那么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呢，美股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高位震荡。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越是到后面的时候越疯狂，就它的涨幅会很高。其实它已经创了记录了，20多周涨了将近30%，是已经非常高的记录了哈。在历史上，
应该是没有发生过，其中涨了20周，然后涨了30%，在历史上应该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越是到这个尾巴的行情啊，它这个情绪化就越高，所以就要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我曾经教过大家要启动顶部策略，对吧？顶部策略首先有一点就是不要在高位入场了，然后怎么出场？大家在圈子当中搜顶部策略来去学习怎么出场。所以如果你手里面不管是科技股、美股的科技股还是什么其他相关的，除了中概股哈，如果说跟标普500高度相关的股票，现在就可以启动顶部策略，既吃鱼尾巴也防止风险。好，我们再回去刚才那个图，看这个图了吗？这是70年代跟2000年哈，我们看这个图还是这句话，这是商品跟股票的套利 K 线。2000年代、70年代，还是想跟大家讲，再次讲美股的话，我也再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美股呢未完待续，应该是还有一段鱼尾巴。可是呢，商品在未来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周期跑赢股票。如果做完商品之后，这一条白色的线再一下来，这个位置再满仓进去做美股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就差不多了哈。就是走完商品，再走完这一波美股的周期，估计咱们也老了。那大家有问题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